坐上火车，就像踏上人生旅程。每一站的风景都不同，有时让人看得出神，有时难免会遭遇风雨。人生这班列车没有回头路，没有人知道下一站会是怎么样。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向前。这一次的旅程把我带到了日本，我深刻地体会了，不管是人生道路还是火车路线，总会出发，也总会到达。我是李国煌，这是我的列车人生。大家都知道，日本是铁道大国，铁道路线全国各地都有，搭车的人也超多。光是2023年就有超过226亿人次搭乘。全球最繁忙的50个车站，有46个就在日本。那每次来到日本呢，我自然就会想到他们这里先进的新干线、子弹列车。但是这一次呢，来到这个铁路之旅啊，竟然要我乘搭千叶县那边的电车。那里的电车呢，时速只有40公里，完全是颠覆了我对日本铁路先进最高效的想象。感觉他们是要带我回去日本乡村铁路最淳朴的故事。我想这样也好了。我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沉淀下来，好好的去探索一下这几十年来在演艺生涯的心路历程，所有的点点滴滴。最佳喜剧演员、搞笑行动李国煌，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谢谢各位 ，Thank you。早在80年代还没踏入演艺圈之前，我就对日本这个当时走在流行最前线的国家充满想象和向往，但是又觉得遥不可及。我那个时候我们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们都是听日本的偶像歌曲，金藤真彦啊，还有那个。Chekos 啊，那时候完全没有想过会来日本，因为那个时候讲真的，要去泰国啊、香港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来日本是花很多钱的，所以完全没有想过。日本的大铁路公司不少，不过地方小线也有近95条，分布在各个县市。这次我是从东京车站出发，搭 JR 总武吉行线，直奔千叶县的调子市，车程大约2个小时。我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调子市就在千叶县的东北角，是关东平原最东端的渔港城市。男子トイレの右が
终于到了秋喜调子车站，这里呢是开始的第一站。哇，哎，好像没有什么人哎。有，前面有3个。可以说是门可罗雀，跟东京车站啊那种人潮汹涌的场景真的很不一样。我也听说这家铁路公司呢曾经面临破产的情况，哇，真的是要经营这个铁路真的是不容易。哇，其实看外形呢，它这个电车是蛮复古的，可是没有想到里面的装潢还算不错。这个就是一般上的日本的电车都会打广告的一些手法，不错，还蛮干净的，蛮舒服，只是，唉，人少了一点。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乗車券の配券を販売いたします。乗車ご用意お待ちください。続きご乗車のお客様も再度確認いたします。调子市的地方电车是一家私人铁路公司，到现在已经营运了超过100年了。这条电车线全长只有6.4公里，是全日本第2短的小铁路。整个路线只有10个车站，我从第一站调子站坐到最后一站外川站，全程也就20分钟左右。调子市人口就6万人，电车营运能靠这些居民撑住吗？真的奇怪，好像没什么人搭这个电车的，是不是因为这里都是本地人不搭电车，都是游客来比较多？啊，你看，那车站都没有人，只有1个2个耶。不如我们去问一下那位女同学，去认识一下，了解一下。すみません。はい、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はい。Mark さん。And you? My name is 加瀬美咲。Misaki。OK， 其实我想问啊，这个电车没有什么人，是不是本地人都不搭电车的？この時間だと学校帰りの人とか仕事帰りの人とかしか使わないので、だからいつもこんなに空っぽなんです。Misaki 跟我说，其实调子市这里人口一直外流，搭电车的人越来越少，调子电铁也撑得很辛苦，经营困难，钱不够用是常态。18年前，整条铁路还差点被废掉。哇，那么这个听起来，这个铁路公司呢，跟我当年呢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就是继续的经营。但当年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呢，我就碰到了我的师傅梁导。我们掌声来欢迎一下李国煌，好不好？在我最穷途末路的时候，真的是危机刚好是一个转机。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命运就开始转变。那这个铁路的营业这么差，这么惨痛，为什么他们还可以继续呢？もう一個秘密兵器があって、銚子駅の観光名物に濡れせんべ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ね。女学生 Misaki 口中讲的秘密武器，原来是一种日本煎饼，大家还叫它做奇迹煎饼。我心里面就想，1块煎饼真的有可能救得了一条快倒闭的电车线吗？
我来到了日本最东边的渔港城市钓子市，听说这里是全日本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不过，这里历史悠久的100年老电车却走到了夕阳西下这样的困境。钓子电车从1960年代开始，就靠政府的补助金勉强度日，虽然这样，还是多次差点破产。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开始做煎饼，没想到竟然带来了一个翻身的奇迹。油田の瀬戸物。煎饼。哦，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私はマク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よろしくお願願いいします。します。我在找那个煎饼，馅饼せんべいはこっち。啊。哦，原来它这里有这么多种不同口味，你看，还有这个是，これ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これ美味しい。他讲好吃哦。OK，这个煎饼叫做奇迹煎饼，为什么会叫做奇迹煎饼呢？会社の売り上げに貢献してます。ともかく美味しいので、一回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哦，在这个还没有打开都闻到它的香味。で、3年連続で黒字になりました。美味しい。好吃，美味しい。真的很好吃。你第一口咬下去是香脆，可是你再咬第二口，它其实里面是很软，而且很香啊。它没有其他的味道，好像只有酱油而已。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これがね、少しすると膨らんできます。膨らんできたらこれでこう押します。哦，要一直压的是吧？はい。吊子电车的煎饼跟一般的不太一样，烤好之后会泡进酱油里调味，口感比较柔软，用的还是当地100年老字号的酱油，咸甜的，味道特别浓。但煎饼会红，是它所散发出的一份温情。当年电车濒临倒闭时，在网络发出，拜托大家买煎饼救电车，结果网络订单暴增，奇迹般的帮电车撑过去了。因为一块煎饼而救了一条铁路，甚至有日本的媒体啊，也称吊子电车为奇迹铁路。那我认为啊，与其说它奇迹，倒不如说改变，而让他们继续生存下去，给他们一股力量。其实啊，吊子电车能撑到现在，现任社长竹本胜吉功不可没。我听土产店的员工说，他为了这条电车真的是伤透脑筋。有时人手不够，他这个社长还要兼职车长，包办驾驶工作。大给莫多上，哇，真的是很佩服你。你竟然是社长的话，你要开这个电铁，然后同时要做很多琐碎的事情，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加重你的工作了？いろんな仕事があって大変ですけども、乗りかけた電車ですから、もう頑張っていくしかないです。他就，什么来着？哎，大给莫多上，大给莫多上。What is this? Actually, she's a train conductor. Train conductor? So which means conduct the train like that? Today she dresses up. In the summer, we run the ghost train. Ghost train. This ghost appears on the train. 銚子電鉄が生き残るための方策の一つです。维持铁道的运作一点也不容易。社长说，一年要花差不多1亿日元，卖煎饼赚的钱只能让公司勉強不要亏太惨。沿線の景色があまり魅力的でない。なので、たくさんのお客様に電車に乗っていただくために、常識にとらわれない思い切ったイベントをやろうということで。
成为日本最有趣的娱乐铁道，是社长让电车走出另一条生路的策略。他们不只办过各种创意的活动，甚至还将电车的故事拍成电影。其实当初竹本先生接手社长是在调子电铁最惨的时候，本来只想过渡3个月，结果一做就做了12年。为了救电车，他真的是整个人都拼下去了。今年で101年を迎えた鉄道、老舗の鉄道会社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これまで多くの困難がありました。その時に地元の銚子の皆さんが本当に当社を助けてくれました。社員はたった25人しかいませんけども、みんなで前向きに頑張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求存能力是非常的强。其实基本上跟我们人一样，只要你的这个求存能力很强的话，有一天你还是能够站起来的。也有人知道我10几年前就好赌，然后欠下了这个巨款，然后那个时候呢，突然间觉得说，有些东西你不去解决的话，它永远都是存在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家人给我的勇气，我就用了差不多2年多3年的时间，很努力的去工作，然后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所以现在的我是回想起来就觉得，当时呢是很愚蠢的，就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可以获得最多的钱，所以就走了赌的这个方向，然后结果真的是一败涂地，真的是呀。调子电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2年。那时候调子市想发展观光，就靠当地企业居民的资金，盖了调子游览铁道。不过撑没几年，经营不善倒了。到了1923年才又恢复营运，后来改成电气化，才变成现在这条调子电铁。一个地方呢，如果要恒久发展的话，就需要下一代年轻人来接棒。现在呢，我就要去见一位很有趣的年轻人，他是从东京啊回到调子市，然后接手他们的农务事业。坂尾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哎，今天是特别来体验一下做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活动。哎，heavy？为什么做农作物要放 heavy？これを被らないと畑には入れません。这也是第一次听过。OK，so，你嘞 ？OK， 那为什么要戴这个假发？農業を楽しくしたい。エンジョイ農業。若い子たちと一緒に農業するために畑がダンスホール、畑クラブ。种菜还要dancing？ dancing farm。dancing farm， 哇，哎，蛮有创意的 ，very good，very good。坂尾上今年42岁，曾在东京当 DJ。他喜欢黑人放克音乐，所以他把兴趣和家族事业结合。最初はこう産業的な農業がすごいこういうね農業嫌い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農業じゃなくて自分たちのブランドとして販売する新しい農業、そのファームダンシング。那这个高丽菜要怎么种啊？これキャベツ植えてだいたい1ヶ月くらい経つんですけど、もう他と比べて生育が全然違うので、これを変えます。哇，感觉真的看得出它是发育不良的。これも水に浸かってしまって大きく育ちません、このままだと。なのでチェンジ。哦，こっち。哦，所以2个看起来，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这个是比较健康的。OK， 呀。OK。调子市是日本主要的高丽菜产地之一。坂尾上说，这里三面环海，温度适合种植高丽菜，
蔬菜也因为有风而变得更甜。他们家的高丽菜田也因为电车经过，变成了调子市独特的风景线。哇，哎，这种情景在新加坡不可能看到了，很兴奋呢。うちは昔銚子電鉄に土地を提供したことで、ここの畑もあっちの畑も、うちの畑です。そこの真ん中に線路が入ったことで、今僕たちは銚子電鉄100年経った今、ここで採れたキャベツを使って餃子を作って、その餃子を銚電に支援金として提供したりとか、銚電と一緒にコラボで、地域を盛り上げ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してます。我在演艺圈已经30多年了，从综艺、电视剧、电影，一直到最近的这个电台。来，看过来，又是偶气象台。家电台节目遇见蝗虫。因为电台是对我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因为我本身的华语发音不是很正确。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我刚入行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说你的华语不准啊，你长那种样子啊，为什么可以做主持人啊之类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意，但是我想在不同的领域呢，给自己一个尝试，然后来改变自己。我可以说是跟扎克欧桑是一样的，是很本土的。他们觉得我很接地气，我讲的东西都是他们可以认同的，包括一些课题，可能是小市民的课题，都是他们都在谈论的一些课题。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很欣慰，我是 on the ground 的那一种。想起那天在车厢里被社长来个精心设计，体验了一场女鬼追魂记，我真的不得不佩服社长的鬼点子，同时也一直很好奇，那位扮女鬼的车长当初接下这个任务是什么心情。はいはい、こんにちは。レミ？はいレミです。レミ？はい。Ghost？ No？ 哦天哪，原来这女鬼长得这么漂亮啊！天哪，これが本物のレミです。哎，你是车长，你也要 packing 这些煎饼啊？私たちは銚子だけじゃなく東京やいろんなところにこのお菓子を販売に行っています。それの準備をしています。我原以为 Remy 是土生土长的调子人，结果发现她其实是大阪人。几年前，因为丈夫被公司外派到调子市，她跟着搬来。因缘际会，看到了调子电铁在招募列车长。Remy 从小是铁道迷，没多想就加入，圆了当列车长的梦想。那讲真的，你们公司的生意经营的如此惨淡，你有没有担心过会失业，或者是想要辞职？銚子電鉄実はお給料も少ないです。だけどそれ以上にたくさんのやりがいがあります。はい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うちの会社は券売機がありません。IC カードも使えません。全部私たち車掌が乗車券を手売りしています。一人一人乗ってきたお客様に切符売りに行く。それは券売機だともっとスマートに会社は動くかもしれないけれど、一人一人手売り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の温かさとかいい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銚子はすごくちっちゃい町です。すごくローカルな鉄道会社です。人も少ない中でやってます。だけどそれが私にとっては人と人との触れ合いがすごく大事だし、一回会った人のことを覚えて那么其实这几天呢，在调子这里呢搭电车，210。那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这个生意这么难做？为什么不要放掉？
那后来呢，经过他们的了解之后，就发现到就有如他们的第一站跟最后一站，也就是调子站还有外川站，他们那边就立了一个牌子，一个呢就是永不放弃，另外一个就是谢谢。想到当年我在入行的时候，给自己5年的时间，如果这5年里面如果没有什么成就的话，我真的是会另谋高就。可是没有想到这5年里面呢，我真的是深深爱上了表演，所以我就坚持下去。小的叫请用我，外号称垃圾桶。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垃圾桶这个角色，让大家更喜欢上我，更接受我，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心里面还是非常感激的，非常感恩有那么的一个角色，让我可以继续的到今天。离开调子时，我继续赶路。下一站要去拜访的另一群人，他们把列车当成艺术品一样呵护，并引以为傲。我的目的地是静冈县岛田市的大井川铁道，一条蒸汽火车的铁道线。因为一般上的蒸汽火车，我们只有在电影的画面才看到，有没有？哇，那个浓烟啊！火车的笛声啊，嘟嘟咕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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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期待。可是我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人他到底要用什么技术去维修古老的蒸汽火车？这一点我真的很想知道，所以现在很兴奋。耶！ We will soon make a brief stop at Shizuoka. 我从东京搭新干线出发到静冈，再换地方电车到岛田市，2个小时内就能抵达，既快速又方便。终于啊，这个亲眼目睹这个蒸汽火车了。讲真的，这种画面呢，一般上只有在电视或者电影才可以看到啊。今天能够亲眼目睹，真的是非常兴奋。看到了没有？它的那个黑烟啊，还有蒸汽打出来的白烟啊，感觉这个火车它是有生命，是可以呼吸的。Let's go, let's go, let's go。哇，真的是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就刚才在外面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可是一坐下来之后，看到他，突然间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很想流泪。真的，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一个魅力。因为你看他整个装潢好像，你看都是木的，他们没有重新再换过，而且他们好像有一些伤口就感觉就是很复古，有回到过去的感觉。是不是国家发展走得快，人民就会特别怀旧？蒸汽火车在日本还有一席之地，或许正是因为日本人对那段悠闲时光、对逝去的岁月，始终保有一份深深的怀念。乗ってる感じが好きですね。で、子供の頃の記憶があって、もう60年ぐらい前ですけれども、その頃に乗った思い出がありまして、乗るとそういう思い出が蘇る。乗ってただこうやって揺られてるだけなんですけど、それが楽しいです。蒸汽火车在静冈县的大井川沿线慢慢开着，时速大概30公里，
不快，但也不急。一路上有时是山谷，有时是茶园。这样的画面搭配这台老火车，我真的觉得这一趟值得了。我和游客们都应该感到很庆幸，因为你们知道吗？现在还能坐到蒸汽火车，其实背后藏着太多不容易。大井川铁道能在1976年让蒸汽火车重新跑起来，是因为他们成功找回了一些还懂得这门技术的老师傅。现在，大井川只剩4位会维修蒸汽火车的机械师傅，年纪最大的50岁，最年轻的是大山准也，才23岁。哇，真的很认真的工作。现在他在干嘛呢？现在就是他们那个火车跟火车之间连接的那个铁片有没有？因为用久了，然后现在可能又找不到厂商来买，所以他们就用旧的把它加厚，用这个烧焊的技术加厚它，然后重新可以再用。搞定哦，Osuki桑，请坐，请坐，请坐。哇，真的很喜欢看到年轻人这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真的。那你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有给你什么满足感，或者是什么困难的？そうですね。夏はやっぱここがすごく暑くなったりするんで、もう熱中症になっちゃう時もありますし、本当に整備するのは重労働で力も欲しくて、すごい大変なんですけど、やっぱ完成してお客さん乗せるとみんな喜んでくれて、走っていくの見てるとやっぱそこはすごいやりがいがあって嬉しいところ。我从 Osuki 桑身上看到了日本工匠的传承。他4岁就跟着爷爷搭蒸汽火车，从小对古董火车着迷，后来念书也选了火车机械工程科系，立志成为守护蒸汽火车的职人。Osuki 桑呢，看到他的工作就知道这个人呢对工作的要求呢是极致完美的，然后他工作的时候非常认真，不苟言笑，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职人精神。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精神，这些机械师的技术才可以让这个大井川的铁路一直继续下去。やっぱ私が考えるのは SL は止まってる姿が本当の姿じゃなくて、動いてる姿の方が本当の姿だと思ってるんで、動かしてこそ本当の魅力が伝わると思ってるんで、やっぱ動体化で保存することに意味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って、なんでそれに向かって苦しいとこは乗り越えていこうかなって頑張ってます。我在想，有些时候我们一个人到了瓶颈之后，是不是可以逼自己去突破自己？像这几年我在电影里面，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有一些人可能是不会认同的，觉得说，哎呀，你是个喜剧演员，为什么你的要求要这么高？那我觉得说，其实拍这么多部电影，我觉得我应该为自己有要求了，我不应该是原地踏步，应该向前的走。因为以前你看到我的电影都是属于那种耍流氓的那种，可是近期我会选择一些比较特别的人物性格，在我的演艺事业上让我更上一层楼。让我可以走更长远的路，像这个蒸汽火车这样。大井川铁道成立有100年了，从一开始是在运木材，到现在变成了热门观光蒸汽火车。其实一路走来，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它不只要撑过时代变迁、人手短缺这些问题，有时候连老天爷都来搅局。像2022年9月那次台风，就造成山崩，铁轨被土石淹没损坏。有些路段到现在
都还没修好。原来整条大井川本线铁道有40公里，加起来有20个车站。不过目前只有新津谷站到川根温泉替间渡站之间的车站还在营运，另外一半20多公里的路段因为没钱维修，只能暂时关闭。啊，这条铁路呢，火车已经没有走，但火车不能走，我的脚还可以走，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轨道呢一直走下去，到下一个废站，看那边是怎么样的。如果再不行的话，走不动的话，我就打电话报警，叫警察车来载我了。啊，好像开始有一点累哦。Osuki 桑跟我说，在停驶的铁道旁有间很有特色的民宿，可是因为车站关闭了，现在生意真的差很多。大井川铁路走的是怀旧风，这家依稀之风民宿的前身是一间老日式房子，有90年的历史，后来才改造。2017年开张营业。坐在这里真的很舒服，因为我这边看过去，就是那个已经很久没有用的车站，然后我可以想象得到，当年那个火车经过，然后在车站停，再从车站出发。我觉得每一次出发都有很多故事。坐在这里看着那个画面，肯定是很完美的。只可惜啊，现在火车没有经过了。招待我的民宿老板叫朱宇义子，今年60岁。他以前在兵库县一间巴士公司上班，从事行政工作。因为喜欢大井川蒸汽火车，7年前跟着儿子一起搬来这里开设民宿。原本想在喜欢的车站旁边过上半退休的日子，不过看现在的情况，他的希望可能泡汤了。非常にお客さんが減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で打撃を受け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なりにお客さんに喜んで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ことで仕事商売を続けています。你看，他们不只是永不言败，他们还抱着一个很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将来这条铁路还是可以通车的，所以他们的一种态度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钦佩，真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頑張って、頑張って。不过说真的，在每个乡下日本人的心里，可能都住着一条铁路，他们对这些老火车有着深厚的感情。像那条已经停驶的铁路，就有一个车站，虽然火车不来了，每个星期还会有一群志工来整理打扫。火车走了，人还在。エコマークついてる。嘘？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你们好，你们好。哇！这些志工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田野口花之会。20个团员都是热爱大井川蒸汽火车的摄影铁道迷，在田野口这个小车站帮忙打扫7年了。他们不只种了10棵樱花树，连车站的清洁维护费都是自己掏腰包。Suzukiさん，对你来说啊，整理这个车站有多重要？ですね、この駅自分は大井川鉄道に勤めていてお世話になっていました。で定年退職して何か
恩返しをしたいなということで、この駅へ来てボランティアを始めました。那如果说恢复的这个计划是遥遥无期的，你会怎么办？そうですね。今現在2年間はSL も電車も通っておりません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なんで今も通ってない時もやって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は、いつ SL 電車が通っても必要な駅として守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哇，真的，他还是抱着一个希望，真的是希望有一天他们的这个计划恢复了之后，这个火车站马上立刻就可以运作了。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真的是令人钦佩，真的是。OK， 我们继续吧。OK，continue。嗨。田野口车站是在1958年启用，整栋建筑是木造的，很有昭和时代的味道。志工们很细心，把办公桌、售票口和所有摆设都留在原来的位置。一走进去，就好像回到从前。被遗弃的车站有了他们的守護，依舊散發着當年的光彩。いい？はい。OK。光り出したよ。1、2、3、smile。我觉得呢，其实大井川铁道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因为有很多喜爱跟支持它的人。这么多年来，我也知道有很多人都一直在支持我、喜欢我，所以才有办法一直维持我的事业到今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女生，她支持我的时候应该是14、15岁吧，那时候在搞笑行动，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她也结婚生子了，然后常常也有在我的社交媒体给予很多的这个称赞、鼓励，还有包括有一些听到一些我不好的东西，她都会用很正面的一些词句来为我加持，为我鼓励。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是我在大井川的最后一天，Osugi桑请我离开前一定要试试井川线的阿布特式列车，还特地帮我准备了车票。他的这份心意，我会好好记住的。よかったら後方まで乗降してください。刚才这个火车呢，从那个隧道出来的时候，我的眼前呢，突然间就开阔明朗，然后在我眼里呢，就出现了一幅非常动人的风景画，真的很漂亮。那么其实啊，这一趟来日本的这个列车之旅呢，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其实我这一次真的是搭上了一趟列车的人生。那其实你看啊，两家公司、两家铁路，他们都一样面对这个经营的困难，而且要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他们不但没有放弃，他们还很坚持。其实到现在我都一直在坚持着，因为我太喜欢我的工作。然后有些时候我会碰到一些年轻人，20、30岁，他们跑过来会跟我讲说：“哎，李国煌，我是看你的戏长大。”那也许有一些艺人会觉得是有一点嘲讽，但我个人觉得那是一种福气，
因为当他们在看我的戏的时候，可能是8岁9岁，可是他们20、30岁的时候还在看我的戏，所以就证明他们需要的娱乐我给到他们了，而且我会继续的再给他们不一样的娱乐。其实坚持你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不坚持的话，我敢说你一定不会成功。